那是5年前的秋天，开往南方的火车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。看着他浑身上下流溢着青苹果的气息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的景色，对未来的神往和追梦的兴奋，使他毫无倦意，就如同一个奔赴新世界的蝴蝶。当然，那一天的我也是一样。下车的时候，彼此给予对方一个礼貌的微笑，随后擦肩而过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，几个月后，这个清新亮丽的姑娘，出演了我的第一部剧本。几年之后，她成为了中国的明星，而她同样也不知道，是我造就了她，并影响了她的一生。一条新落成的街道，坐落在南方第一大都市的西北处。在这里，我和他开始了美梦人生的第一步。什么？你想请德明演你那戏的男1号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德明可贵啊，10万1集呢，用不起吧？哎，要不然用一下建国啊，建国1集8万，不行啊？你也嫌贵啊？2林吧，2林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来个电话。哎，别挂电话啊！哎，喂，哪位？哟，孙老板啊！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最近挺好的啊？其实啊，我已经那个上次那个钱啊，我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谢谢季叔叔。那我看您也没催我吧？小强啊，早就跟我说在艺术学院期间，你们俩是铁哥们儿。是，我们2个睡上下铺。不会，不可能。小强也经常跟我提起您，您放心。他还说他有个舅舅，在这边的影视公司做副总。对，什么副总啊？就是老板的助理。好，10天。您放心吧，10天之内啊，10天之内啊。陈哥这个人啊，每天都这样，忙。等他一会儿回完电话，坐下来再听你谈剧本，别急。没事，不急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的这几个如果都不成的话，我有个建议，不如换个小帅哥，怎么样？什么苏毅啊、张坤啊都可以。哎呀，你管他们会不会演戏呢？这小姑娘爱看，有市场，能卖钱不就得了吗？啊 ，OK， 喂，谁呀？啊，西瓜呀！哎呦，得了啊，你甭说，我都知道，不是就是张老六想重拍《孟姜女哭长城》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戏。电视剧市场就这么大，你难道真想修一条长城让他哭去啊？什么？老六想让舒淇演孟姜女？哎呦，那不等于让周杰伦演那么杨子荣吗？这驴头不对马嘴啊，简直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肯定不掺和，我劝你也躲远点啊。好嘞，回见。哎。陈哥，新来一个编剧，
也是我外甥介绍的，等你老半天了。啊，你好，成哥。哎，你好，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陆天。说说你的剧本吧。这是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，名字叫做《似是故人来》，是写一个发生在北方的爱情故事。姓名、林小丽，年龄、 22岁。你认为自己漂亮吗？我想，这应该你们来评价，你为什么要当演员？因为我喜欢，而且我也合适。男女主角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恋爱了，很显然，这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结合。但是有一天，灾难突然降临了。男主角为了保护女主角身负重伤，女主角也从此下落不明，杳无音讯。我想你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这么说吧，在影视圈里面啊，导演啊、制片啊，大部分都是男性。你要想在这个圈里面悟出来，你就要学会怎么样去讨好男人。你行吗？恐怕不行，不行。但我会跟他们以诚相待。有一天，一个漂亮的姑娘出现在了男主角的面前。这不就是他失踪了14年的初恋情人吗？两个人百感交集，最终成为了夫妻。你很自我啊。但我一定是一个虚心的学生。你很犟。我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性格。好在，你不能代表13亿观众。故事结尾的时候，男女主角他们在海边，明白了什么叫做一生守候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有文采，也很有激情，看得出来，你花了不少心思弄这剧本。但是，这个剧本我不会拍，抱歉。但是，你有一种成为好演员的犟劲儿，所以呢，我们决定签你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因为不商业。什么叫做商业啊？商业就是很多人都爱看的那种。难道大多数人不喜欢爱情吗？爱看爱情啊，可是你这个爱情不够离奇。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商业剧本。首先是悬念的开场，再而是瞠目结舌的转折，最后是高潮迭起的大团圆结尾。紧张时要让观众惊心动魄，煽情时要让观众寸断肝肠，爱的时候要让他们热血沸腾，恨的时候要让他们咬牙切齿。电视剧一经播放，要让全国的老娘们儿牵肠挂肚，是欲罢不能。这叫做商业。
怎么样？是回家，还是到其他公司再看看？我想去其他公司再试一下。好。这是其他公司的一些电话、地址和他们负责人的姓名，你拿去。如果有信心的话，可以推销推销自己。太谢谢了。别客气，既然是小强的朋友，我这个当舅舅当仁不让，一定要帮忙的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就打电话找我。好的，祝你好运，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，那种失落的感觉，就像17岁的失恋。但这一天又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天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明白了，生活不是理想，而是一种体验。师傅，麻烦您按照上面的地址挨个找吧。你今年多大了22，实际年龄呢？就是22啊。从现在开始，5年之内，你的年龄都将是19岁。请您抽时间看一下，看完之后您就会发现，这确实是一部非常感人的故事。行，剧本你就放这儿吧，有空我看看。为了保持你的脸型和身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天最好只吃1顿。为了能够让你眼前一亮，你最好能垫一个李嘉欣式的鼻子。为了增加点性感，最好再隆一个麦当娜式的胸，怎么样？我难道就不能做个实力派吗？抱歉，我们老板不在。抱歉，我们公司只拍古装戏。剧本我不看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种剧本。这批人去台湾了，下个星期再过来吧。怎么称呼您啊？叫我芳姐吧。芳姐。从现在开始，公司为你安排一切艺术方面的事情，包括外形包装、推广方案、媒体见面等等。芳姐，你以前就是做演员经纪的吗？不是。那以前做什么的呀？我呀，演员。真的？我14岁的时候就主演了一部电影，那是一部儿童剧。现在啊，我都36了，从艺整整22年了。看到现在的你，我感到很亲切。22年前的我也像你一样，信心十足。怎么说呢？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做明星对于99%的演员来说，那只是一个梦想。哦，到了，就在这儿。这是公司为你们安排的宿舍，不过房租你们得自己出。好。嗨，李小丽，我叫文文，来自安徽。你好，小丽，我叫燕子，来自江西。你们好，我是四川人。来，快进来。快，箱子，哦，谢谢。芳姐半小时前就通知我们了，说我们宿舍里啊要了个好姐妹，我们俩早就盼着你来了呢。快坐。对啊，我这一大早啊就起来了，把这个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个遍。来吃。好了，日子还长着呢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仨就在这房间里面同舟共济，共同奔向你们的大腕之梦。
出师不利呀！我耗费了2年的时间编写的爱情故事，已经被5、6家公司给拒绝了。不过，这毕竟是中国第2大影视中心，这家不行，还有那家，东方不亮西方亮嘛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忙了1天，1口饭没吃，现在准备吃第1口。哎呀，这也应了那句话，好事多磨。哈哈。今天我们好好的喝一杯，庆祝我们3个成为好姐妹。对，从今天起啊，我们3个人要情同手足，携手向前。祝我们友谊长存。来，干杯！等等等，还要祝愿我们3姐妹啊，在未来的事业上一帆风顺，大红大紫。不止，我们啊还要找一个完美的老公，他要有着刘德华的相貌，梁朝伟的温柔，还有着张艺谋的才华。这个嘛，用俗话说，应该叫财色兼收。没错，干杯！兄弟，也祝我陆某人能早日的推出处女作。早在2年前啊，我就开始不断的发明星梦了。我经常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啊，不断的幻想，假如有一天我走红了，那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啊？什么光景啊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前呼后拥，不可一世。我呀，有的时候一边幻想，就一边偷偷的笑出声来了。我嘛，大白天很少琢磨这事儿，一般是在晚上梦里啊，才梦见自己踏上红地毯了。我梦想走红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。等我走红了，假如我有一天像小燕子那么样家喻户晓了，他们该有多开心啊！他们会昂首挺胸的走过我们的城市。哎，小丽，假如你走红了，你爸爸妈妈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啊？如果我红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乐呵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已经去世了，她没有这个福气来享受这份快乐。至于我爸，我就不想提他，他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。15岁之前，我的生命里只有舞蹈。在一个座无虚席的剧场里，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，那是我的梦想。15岁生日那天，我的世界改变了，因为一部电影，张曼玉主演的《甜蜜蜜》。知道了。哦，知道。我也看过。有一种感受叫陶醉。甜蜜蜜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哭了一遍又一遍。哭完之后，我就开始浮想联翩。那是一个梦幻的世界，整个世界是张曼玉营造的。她的音容笑貌，她的每一个惆怅和哀愁，都深深地感染着我，陶醉了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发誓，我要当张曼玉第二。我要制作中国版的《壮志凌云》，把这种豪迈和壮烈传递给更多的人。别人喜欢表演，
可能是喜欢表演这个职业，而我是喜欢感受这个梦境和触动心弦的人生。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，就意味着我选择了这样的人生和信仰。对吗？哎，你们快别忽闪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一不小心把点儿都掀给你们了。小丽，你这么坚定，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个演技派。你这么漂亮，日后一定能成为偶像派。好啦，反正啊，你们两个一个演技派，一个偶像派，那我嘛，我就是偶像加实力。对面马路好像要拍电影了，好像是周迅，我看好像是周迅。周迅，我好喜欢他呀！我也好喜欢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呀，这菜没端上来呢，不去了。给，100块钱用不了的。哎呀，现在看周迅最重要。快点，快点，来了！宝贝儿，你专心致志的祷告什么呢？哎，是不是祷告你明天就飞黄腾达啦？嘘，我在祷告，让明天我们3个人尽快走红，都走红。都红啊？都红？当然了，3个人中啊，我最红。扁他！芳姐说了，今天有一个古装戏的剧组需要一批花瓶式的角色，是武打戏吗？不知道，他没说呢。哎呀，你管他什么戏，只要能让我们上戏，哪怕让我们演《聊斋》都行。这是一部现代戏，讲述了一场矢志不渝的爱情故事。假如您能抽时间看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它是一部非常感人的戏，真的，非常非常的感人，我不骗你。我是美梦公司老纪的朋友，我姓陆，我向您推荐一部，非常浪漫、非常好看的爱情戏。对对对，剧情的名字叫做《似是故人来》。别忘了，我们可都拍过好几部戏了啊。知道了，而且我们都是19岁。哎，对，哟，你们俩简直就是2奶奶。你的剧本我看了，写得很用心，可以说逐字逐句很是考究啊。但是我是不会投资拍摄的。剧本我已经看了，怎么说呢？我相信这段时间以来，你一定跑了很多家公司。同时，我也相信没几家公司对你这个故事有兴趣，对吗？原因很简单，你这故事虽然很文艺、很抒情，但缺少娱乐性。好的，芳姐，拜拜。芳姐说了，叫我们去接完那个古装剧组，去黄金大厦，那儿有广告需要接演员。广告。哎，我怎么觉得那导演色眯眯的？哎呀，管他呢，咱们保护好自己，不让他得逞不就行了？我一看他那眼神我就恶心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那么漂亮，还不让别人多看你几眼啊？少来，小姐们快一点，咱们还得去艺术中心看看有没有适合咱们的角色呢。走，哎，车来了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兜里的钱一天比一
然没有得到任何公司的回音。回头我得去电信局查一下，看看我的电话有没有问题。假如我电话没问题的话，那就是那些制片人的脑子出了问题。哥们儿，加油！太文艺，太清淡了，缺少那种哗众取宠的手段。为什么觉得你的爱情观这么另类啊？长得还不错，不如改行当演员吧。喂，哎，姐姐您好，我的剧本您看了吗？我根本没看。您为什么不看呢？因为那故事不够刺激。怎么着？累了？很累。哈哈，编剧卖第一个本的时候都这样，很正常。没错，陈哥说的对。没成名之前啊，演员也这样。真是不明白。我觉得我这个故事已经很感人了，把我自己感动得不得了。你们为什么都不感冒呢？那是因为你孤芳自赏、自以为是。一个好故事，不光要让人感冒，还要让人发烧。比如你那个《40工人来吧》，没悬念，没戏剧性啊。但是它有着散文一样的温馨隽永啊。那你写散文去，写电视剧干嘛呀？电视剧不是散文，电视剧第一属性是大众娱乐。陈哥说的没错。告诉你一诀窍啊，世界上有3种事情要靠胆量去做。第一，打架，没得说啊，2强相遇勇者胜，对吧？第二，泡妞，看你敢不敢死缠烂泡。第三，那就是编剧本，看你有没有胆量，异想天开。你是聪明的人，我干得出来。还是那句话，什么时候写出符合我要求的剧本，随时来找我。走。有人给我打电话，啊。是胡导吗？胡导您好，我是无名，口店无口鸟鸣。您最近还好吗？自从上次拍完《喋血三重丸》以后，我就一直想去看您，哎，就怕您没时间。什么？您不记得我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这没事。我就是那电影结尾的时候被二虎活活掐死的那个群众演员，您想起来了吗？对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有什么？这是一个承受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奔波着，为了一个信念，苦苦地等待着机会。哎，小姐结账，出租，出租。1个月前，
有一个姑娘，她和我同时降落在这里，带着一样的心情和希望。假如一个姑娘家都能找到她的起点，那我还有什么可托辞的呢？喂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的文笔还不错，对白也很舒服，看得出来是有一定基础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条赚钱的门路，当枪手。当枪手？我们起草了一个剧情创意，请你把它写出来。定稿后给你2000元一集，剧本完成后你没有署名权。那署谁的名？山林，大名鼎鼎的山林。你说我跟他一起创作，真的？他不创作，一个字都不写，我们还要倒给他钱。只要他愿意在编剧栏上写上他的大名。一个字不写，还要收钱？你干还是不干啊？干，干嘛不干？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，那时候民不聊生，天下大乱，奸臣当道，东厂横行，江湖上一片血雨腥风，武林中处处暗藏杀机。在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上，有一个武林世家，号为紫金宝。面对着乱世，老保姆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决心，决定把18岁的女儿达令女扮男装，送到北京去读大学。读的是北大。那时候的北大不同于现在的北大，那里不教数理化，专教各种绝世武功。北京武侠大学。达令还认识了一个同窗的好友，叫大伟。两人并肩学习，共同训练，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3年后，他们毕业了。达令决定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江湖事业中去，于是他向大伟告别。大伟当然恋恋不舍了。这一天，两人送别送到了18里外。当达令在昆仑山积极筹备反清复明运动的时候，大伟回来了。当大伟轴击商宝之后，他呆了，原来跟自己同窗3年的铁哥们儿了，竟然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。顿时间，爱情诞生了，天空中响起了浪漫的旋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武侠版的《梁祝》，对不对？我就要拍一部武侠版的《梁祝》，既有江湖决斗，又有伤感爱情。我明白了。达令的父亲决定比武招亲，于是大伟苦练八卦葵花掌，准备迎亲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武当派的大公子也准备抢亲。他武功深不可测呀，他练就了一套惊世骇俗的什么呢？西域蛤蟆功。这蛤蟆专要向日葵。比武之外，再给我设计一场3角恋。达令爱是大伟，但是武当公子迷人的坏笑也深深地吸引着他，于是他芳心大乱，终于陷入了3角恋爱之中。于是他决定躲进深山老林，每日孤独打坐，把爱深深地藏在了心里。仅仅3角恋还不够，再设计2美女暗恋大伟，从而发展成5角混合恋。我长这么大都没听说过什么混合5角恋，变态！小姐，不是我不努力，是我实在编不出来这样的故事。我连3角恋都没谈过，怎么去编这个5角恋的故事啊？啊！
你呢？你发展的还顺利吗？哎，小铁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这世界狼太多。啊？二位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必须牢记2条规则。第一，绝对不许单独会见任何的导演和制片人。第二，不要相信这个圈里的任何一个男人。可是作为演员，而且是一帮新人，我们总要有一些应酬吧？要不然人家怎么认识我们呀？再说也不能因为圈子里有色狼，我们就与社会隔绝了呀。而且，你也不能否认，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多好人的，对吧？我说的是防备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吧？我们仨千里迢迢来这儿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来的，不是为了给那些色狼做贡献的。当初上戏剧学校的时候啊，天真的以为只要一毕业就有美好前程等待着自己，现在连混个花瓶式的角色都这么难，真是江湖险恶。别泄气啊，燕子，万事开头难嘛。总之呢，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必须除了牢记刚才那2条以外，还要牢记16字方针：虚心准备，认真学习，努力争取，严防色狼。OK， 好 ，OK。好了，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。来，为了我们的美好明天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兄弟啊，我究竟要怎样编写这段五角恋爱呢？哈哈，五角的。婚后2人恩恩爱爱，相敬如宾。问题出在一次男方出差，业务需要使他很突然地来到了女方故乡四川乐山。男方本想探访一下妻子少女时期的成长地，却不料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内幕：这里的人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性存在过。也就是说，他妻子所述说的历史全是假的。于是男方开始了一场历史的追寻。终于在远离乐山几百里以外的一个城镇上，发现了妻子真正的历史居住地。他向当地人打听了以后，竟然发现妻子的实际上是一个杀人潜逃犯。男方他火速地返回家里，欲落实妻子的真实历史。家门打开后，妻子幸福地告诉他，自己怀孕了。丈夫顿时陷入了矛盾和困惑之中。哇，这个故事真传奇啊！要是拍成电视剧的话，一定很好看。是啊。关于这个案件的后续发展，我们将在明天的都市风景线继续报道。亲爱的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故事啊一定很感人。想一想看，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男人，但妻子也是个贤惠的妻子，并且怀了孕。是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他该不会把自己怀孕的妻子送进监狱吧？亲爱的，不管明天刮风下雨，你都要陪我看这个报道。假如把这条新闻的内容加到40分来的剧情里面，悬念、戏剧性就全都出来了。首先是悬念的开场。第1集的开场，男主角一个人走在僻静的街道上，突然碰见了一个漂亮、似曾相识的姑娘。你是？我是你14年前的初恋女友素梅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什么？你是素梅？再而是瞠目结舌的转折。男主角出差到了乐山，他决定拜访妻子的亲人。
可能，他1年前就死了，还是我给下的葬啊。于是，男主角开始寻找素梅的历史踪迹。他想弄清楚里面的内幕。紧张时要让观众惊心动魄，煽情时要让观众寸断肝肠。最后一页，妻子向他陈述了一切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个样子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？为了一个承诺，在素梅临死前，我曾经答应过她，我必须遵守。爱的时候要让他们热血沸腾，恨的时候要让他们咬牙切齿。成哥，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什么时候写出符合我要求的剧本，随时来找我。我说啊，你的武林五角恋，我顾某人的作品要出台了。主演。车穿过那片麦田，穿过金色的秋天，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，彼此的生命从此改变。你曾经穿过我心田，留下了一片落叶，落叶带走时间，写下思念，还有你爱上的脸。爱藏在心里面，永远看不到爱的春天，像那片已经老去了的荒野，看不到似水流年。相爱剩下怀念，列车开不到爱的麦田，像那条铺满大地的生命线，我们的爱只差一点，你我之间。列车穿过那片麦田，穿过金色的秋天，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，彼此的生命从此改变。你曾经穿过我心田，留下了一片落叶，落叶带走时间，写下思念，还有你爱笑的脸。